在美国宣布加大军援力度，给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的同时，布林肯也宣布会在近期访华。美国这一出组合拳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目的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在新的一年到来，大家当然是希望过得更好，但是美国却不会这么让我们如愿。在新年期间，就给出了一套组合拳，让中俄两国同时变得难受。一方面，在美国给乌克兰提供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带头下，西方各国纷纷对乌克兰提供坦克。另一方面，布林肯在2月份要开启访华之旅。对于这套组合拳，有人可能会感到很疑惑：美国援助乌克兰坦克和我国有什么关系？而且布林肯访华不应该是件好事吗？是过来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的。但联系到中俄之间的战略关系，再想想美国最近打出的这一套组合拳，就知道布林肯访华此举绝不是过来和我国改善关系的，并且还将这个访华时间挑在了春节的最后一天，这摆明了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俄乌冲突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乌克兰想要加入到北约，而这样的话，美国就可以将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直接部署到俄罗斯的家门口，这对俄罗斯来说当然是不可接受的。因此，在俄罗斯的多次反对无效之下，这场冲突就这么爆发了。如果说这场冲突以乌克兰加入到北约而结束，那么俄罗斯等于被美国掐住了脖子，那么接下来对付谁呢？自然是我国了。失去了俄罗斯来分散美国的压力，我国将要面对美国的全面围堵，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。但美国也很清楚地知道，俄乌冲突最多也就是个两败俱伤。以俄罗斯的军事实力，只要那庞大的核武库还在，就不可能失败。这也是美国实行代理人战争的原因。换句话说，就是集整个欧洲的力量，给乌克兰提供战争需要的物资，但就是不出人。由乌克兰人去使用这些武器和俄罗斯对着耗，直到最后把俄罗斯拖垮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随着战争的持续，美国和北约各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杀伤性是越来越大。从最开始的毒刺标枪导弹，再到后来的 M777 榴弹炮、海马斯火箭炮，再到现在的埃布拉姆斯、豹2主战坦克，在未来甚至是提供战机也不是不可能的。虽说美国现在提供的这些坦克数量只有31辆，改变不了整个战场的局势，但是各国的数量加起来也有上百辆了，终归是能恶心到俄罗斯，拖慢俄军的推进速度，让俄罗斯不得不将全部注意力放在乌克兰战场上。当俄罗斯将全部注意力放在乌克兰战场上，美国在这时就能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对付中国。看看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推进速度，再看看美国在那段时间对我国的态度，也能知道，在俄军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初期，俄军可谓是摧枯拉朽，这让美国嘴上无论是对我国还是对俄罗斯，都是只说着狠话，什么都不敢做。但是当乌军援过来的时候，美国就开始下场了，一面开始对乌军援，另一面又挑起台湾问题，增加对台军售。俄军在这时迅速转变战略，将开启第2阶段行动的时候，主动权又来到了俄军这边。于是对于佩洛西的访台，美国政府全是一片批评声音，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主意，和美国政府无关。不过在北约源源不断的支持下，俄军战线拉得太长，人手不足，乌军在这时候又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，重新夺回了哈尔科夫、赫尔松等地。美国政府在这时又硬气起来了，连同日本、澳大利亚大搞什么防卫协议，特别是日本针对台岛进行了大量的军事部署，不但修建新基地，还增加了多个弹药库。嘴上说着是为了加强自身防护，但实际上已经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到了现在，乌克兰战场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了一场消耗战。俄罗斯最大的依仗天然气，也由于今年欧洲地区是暖冬，再加上
欧洲国家宁肯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也要跟着美国混的原因，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威慑力。所以俄罗斯国内不得不马力全开生产武器，为乌克兰战场提供保障。此时的美国可以说是占据了极大的优势，靠着借刀杀人的手段，让俄罗斯深陷入乌克兰战争泥潭，无法自拔。这时布林肯的访华绝对不会是过来打好关系的。看看访华前美国的行为就能知道，在新年前夕，美军就多次派出军机军舰进入南海，尼米兹号甚至是和山东号进行了一场隔空演练。我军辽宁舰更是首次抵达关岛基地附近，进行了实战化打击演练。这时候的中美关系可谓是紧张到了极点，美国要在这么个时候来访华，来个握手言和，别说我们了，美国国内的那些政客们第一个不乐意。再加上本次访华的主角布林肯在访华之前就说过了，要建立起一个统一战线，来共同对抗中国这个美国最大的挑战。而美国现在想对付我国的最好地方就是台海，因此布林肯这次的访华必然是不安什么好心的。有人可能在这时就想说了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拒绝布林肯的访华不就行了？但要注意的是，现在形势比人强，我国正处于急需发展的时期，虽然真打起来不见得会怕，但在国家利益面前，大家还是会和和气气的会面，用一时的隐忍来换取更大的进步。